确实，你目测就能感觉大雁塔往右斜了。演员白宇一直盼着回西安，今天终于和朋友碰头。小时候我就上城墙的时候，咱都是翻来啊，不是让你爬吗？来爬，算了吧，破坏文物你，我跟你说你。晚上，笑雷去城墙根的酒吧说脱口秀，一路上碰到的新鲜事儿都会变成他的段子。有请笑雷。你说西安第一句介绍是什么？我们西安人介绍跟西安本身没有关系，都是那些过去留下来的东西，千年的古都，悠悠的文化，都是这种。这就跟你跟我介绍，你找了个女朋友，你找了个男朋友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第一天见你叫什么？我叫张明，那也就是我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，给大家看一下西安美丽的夜景。夜晚的西安更像长安，仿佛一座骄傲的大唐古都徐徐醒来。对外地人来说，西安的奇妙是一古一今，闹市的脚下就踩着长安的繁华。而对于白宇来说，回家难得的放松感才是西安不可替代的奇妙。你咋还拿了个帽子啊？人车5块，揍不？每次回西安，白宇跟发小都要约着见面。去年10月份吧，你拍完那个重庆那个长夜难明。沉默真相，对，也回来了2天，对，巨疲惫那次，一看脸就不对，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那种，就感觉不对。其实没事运动一下还是比较放松的、发泄的。确实是，虽然我不运动。我那天给关说，咱们去冲浪吧，就光着膀子去冲吧。关跟我说他2天没吃饭了，然后说哎，叫班，万一要露肉了，你说我这白斩鸡。不是这家吗？是那家吗？有家高炉烧饼，白宇从小吃到大，这次回来发现找不到了。不是一家啊，不是一家。好在一直吃的羊肉泡馍还在。好友小明已经站好了位。你都掰上了。小明现在是废了。小明确实，这么爱健身的这几个月也不出去健身了。重新开始了。你回来之前，我都得先提前练上个3天。你这一回来，我都知道你的流程：面泡馍，面泡馍烤肉。烤肉必须得回来先把我自己先体重先往下压一压，然后你再给我升一升啊。对西安人来说，吃机器切的馍是堕落的。白宇和朋友示范正宗的掰馍手法。其实掰馍的过程是一个在积累饿的程度的这个一个堆积的过程。掰馍的过程是一个让你不玩手机谝的过程。你想嘛，那老头下午4点多就开始掰馍，掰到7点啊，开始那还得喝2两。对，喝。边喝边吃嘛，边吃凉菜边掰馍，边谝着。拿一个那个歪脖子，西凤，也找个那老伙计，2人过来，一人2两，一盘凉菜，一人2馍。掰2个小时，掰2个小时，真掰2个小时开吃。馍掰的不错呀。哎，你的掰馍掰的都还行，你掰的也不算大。每个西安人对掰馍都有精确到颗粒的信仰，看似谈笑风生，实际上是一场饭桌上的华山论剑。打个80分，一会儿把你的跟我的分开啊！你经历过这种换馍的没？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的馍啊！没有别的想法，你不要想。那不一定。哎呀，我比你少太多了，这一眼就能看出来这。你别把行换了啊！我看着了。是干的。口汤吧，加蛋，加个蛋，加个蛋。那这个擀包。你这个干。那你俩等一下。少等，一会儿拿锅去。稍等啊。少来，拿好了。哎呀，哎，他没给我牌子吗？就这。老板跟你商量好了，我跟你说，老板就跟他商量好了。不是你那太多了，我也吃不了。在西安，万物可泡馍。羊肉泡馍已经不能满足西安人狂野的想象力，重口味料理葫芦头泡馍令下水爱好者颤抖。卤汁凉粉泡馍，泡馍与凉粉
刚柔相济。芥末与油泼辣子的交锋，暗黑到令味蕾紊乱。胡辣汤伴侣在河南是水煎包，到了西安也变成了泡馍。西安是一座博物馆之城，120多个博物馆见证了古都的繁华气象和骨子里的骄傲。陕历博是世界博物馆中的顶流，从最早的虎符到顶级唐三彩，不少教科书里的藏品都能在这里一睹真容。蛋蛋是个因为喜欢历史而留在西安的年轻人，这是他做志愿讲解员的第10年。这一件很有意思，这件虎符，哎，对，虎符，就是男生们都很喜欢啊。这个象征着这个调兵遣将的这个将军令嘛。对对对，它是一半放在地方上，一半放在这个中央。当中央要你排兵的时候，放在一块儿，这个叫什么呢？符合。我们说的符合这个词儿就在这儿来，跟这个文物有关。还有另外一个词儿叫什么呢？合同。啊，我们今天盖的七凤章啊，合同就跟它有关。所以你其实你说陕西的这个历史文化，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中国人，其实在骨子里面文化上来讲，他都是陕西人。对。你用了很多的词儿、典章、制因度，为统一了文字嘛，都有关。所以作为老陕西人特别骄傲，就是这一点。是，确实。你天然人家觉得你有历史有文化。其实相比于唐，我有的时候会更喜欢汉，汉代人那种热血。这就是霍去病墓前的一件石刻啊，它一件复制品，叫做马踏匈奴。马踏匈奴。对，我当时演的就是这个被踏的匈奴。碑林博物馆还收藏着一件马踏汉人。那个马是放在那个匈奴人，是匈奴人雕的。匈奴人说你们弄个马踏匈奴，我们弄个马踏汉人。确实。所以我经常开玩笑，我说我们陕西人如果历史学不好的话，用我们陕西话来讲是什么？休闲啊！对不起我们老祖先。对，因为这些历史就发生在你家后院啊，你家前院。西安现在不是好多地名都保留着唐代的叫法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西安不能轻易改地名，一改咱就历史改的没历史没文化。对。啊，你可以找找你家在哪儿。我家。你看钟楼在这儿对吧？你看你差不多用咱们的话来说，你那会儿就住到唐朝国务院里面啊，政府大院。好，你住那儿，你知道我住哪儿吗？我住这儿。再见。穷人再见，不会跟你做朋友。没有。白居易来我们西安工作了10几年，当公务员，好不容易攒了一笔钱，终于在西安买了一套房，买到哪儿？在这儿。距离这个上班的地方很远。对，是。所以人家住在里面，说像那个，你看我们非常熟的永新坊，你看那个永新这2个字。魏征呢，当年就住在这儿，所以你看4点半上班，他4点起床都来得及。白居易不行，白居易2点就得起门，很辛苦。对。今天的这个西安呢，压根儿就是直接在唐代的那个西安城的时候经常盖起来的，所以西安的这个施工工地挖着就变成了考古工地。对，是。看似云淡风轻的描述，却不经意瞥出身为西安人的自豪感。说不定你们家这个院子里面也能挖出个何家村。